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紧急的来给大家聊一些比较重要的快讯啊。今天出现了一些比较激情的事情啊。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会给你们郑重的来讲一下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预判。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我自认为比较准确的判断的一期。在我讲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好，来讲正题，美股这几天涨了啊，但是呢，特斯拉却走出了不一样的风骚，特斯拉的股价逆势暴跌了10%左右。跌到了每股242美元，总市值蒸发了5100亿人民币左右，算下来美元是720多亿美元啊。那这个数字真的很吓人啊，天文数字呀。那关于它暴跌的原因，市面上给出的分析指出，特斯拉大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的交付量不及市场预期。特斯拉公司第三季度汽车的交付量为343830辆，不满足市场之前预估的357900辆。虽然呢，第三季度的交付量不及市场预期，但这也已经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打破了2022年第一季度创下来的31万辆的新高纪录，表现已经算相当好的了啊。但是，奈何市场永远都是贪婪的啊。你不进步就代表你退步了，那就是你不行，大家就会降低对你的期待，转而投向其他的股票。而这中间呢，其实也有市场需求量降低的因素。特斯拉的这个车辆，已经超出了市场接纳的数量的范围，所以呢，它没有产那么多。全球经济衰退，市场需求量降低也能理解，但是呢，这对特斯拉的影响可能是长远的。大家最担心的是，市场需求降低了以后，整个经济环境还是会持续的走弱，美联储还是会压抑消费端、需求端，那就可能导致特斯拉会从这个数据开始持续走弱。于是呢，很多投资人就选择套现离场。这也是人之常情嘛。那在损失了这么多钱以后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肯定很头疼啊。不过几乎就是在同一天时间马斯克这边又爆出了惊人的举动。马斯克之前大家都知道嘛，反悔收购推特的事儿。而在今天早些时候马斯克又爆出来要收购推特了。他提议继续以每股54.2美元的原始报价收购推特，将推特公司私有化。华尔街日报也报道指出，马斯克已经提出他最初同意的条款，完成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而且呢，华尔街日报评论称，这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而且呢，会让双方避免一场即将开始的高赌注的法律战。看华尔街这么描述的如此有信心感觉这一次马斯克收购推特算是稳了其实呢，马斯克和推特的交易本来应该在7月份就完成的但是马斯克当时找了个理由，说推特的假账户太多了，所以拒绝收购。那就预示着双方准备要打官司了嘛。他们这个官司在准备了几个月，2-3个月吧，在下周二就要开打了。马斯克却在下周二开庭之前的一周，也就是今天，又反悔了，反悔再反悔，那就是又同意要收购推特了那因为收到这个消息的影响特斯拉的股价出现了比较强力的反弹本来呢是一路下跌，感觉要瀑布了，要跌穿了，对吧？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消息给止跌了，还反弹到了249美金。不仅如此，推特的股价也飙升了22%可谓是特斯拉跟推特双赢。所以呢，这一次马斯克说他要收购推特到底是不是实心的、诚心的？
此中的深层内幕，咱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太多啊。可能还会因为有别的操作，或者是他们双方有别的勾兑，这些东西呢，咱们老百姓也知不了太多。所以呢，我们只用管理好，在这种行情，在这种消息的影响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就行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每次马斯克有动向的话，又怎么能少了狗狗币呢？你们看啊，狗狗币直接一根阳线，瞬间暴拉了10%。不过狗狗币大家看看就好啊，毕竟这个币没有啥核心技术，也没有啥应用，没有啥生态，纯靠消息炒作，纯靠情绪炒作。这种币啊，你目前把它做短线都很难赚到，你就算短线做狗狗币，你都特别容易被套。至于做长线狗狗币的话，那你就真的是找死了。狗狗币目前纯粹是庄家控盘，跟史币、Baby Dog 都是一样的土狗，没啥可玩的了。它的那个暴涨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绝唱历史了，大家看看就好了。想要活命的，想要多活几天的，就别买狗狗币。其实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目前能玩的，也就只剩下比特币、以太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Matic 呀、AVAX、ATOM。这种有自己强大生态的链币可以玩一玩啊。至于其他的什么项目币啊，你就洗洗睡吧。目前好的项目币我是没见到，有些项目币呢我也正在等待。还真别说啊，如果说能参与到一些靠谱的项目币当中，拿到一个早期的份额，那你的利润肯定是杠杠的，你赚钱的概率肯定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呢，目前还没这种机会，我还在观察。我也想搏一个早期的入场机会，但是呢，我们还需要等待。有情况的话，我会在会员群里面给大家提前进场的机会的。你们如果想加会员群的话，在节目最后啊，我会给出我的联系方式。好，继续来讲正题啊。目前呢，整个行情我们看下来啊，也就是操作以太坊、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可能波动会比较小一点，以太坊的涨幅期待能大一些，所以呢，最近我也是主玩以太坊。OK， 那既然说到以太坊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啊。现在影响以太坊币价最大的因素就是接下来的 CPI 公布和加息。目前呢，各大机构预计11月加息的幅度是7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了62%，依然不容乐观啊。但是美股和币圈在这种阴云笼罩之下，却出现了反弹。面具人，我个人啊，包括咱们一起都可以把它解读为这些项目方、股票方自知大限将至，因为挡不住了嘛，11月加息肯定是75个基点了嘛，到那个时候我们肯定都得死得很惨。但是呢，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我就肯定想办法，要能多割点韭菜就多割点韭菜嘛，对不对？面具人，我上一次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是以太坊在800-900美金的时候，一路扛到了2000美金啊。那至于这一次面具人，我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们拭目以待嘛。我认为啊，这些项目方是想提前布局拉盘，这些庄家啊是想提前布局拉盘的啊。所以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这2天的涨势是有点超出大家看空下跌的预计的，所以呢，这种超出大家看空下跌的拉盘，很可能会导致在拉盘的过程中追进去的人并不多，大家觉得这是假反弹、假突破，甚至可能还会去做个空，并不会去买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庄家们的拉盘的风险就比较小。我认为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还会有拉盘的可能性。大家可以结合我昨天节目讲的持有地指数和币的价位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啊，可以回看一下昨天的节目，尤其是没看过的啊新观众。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一下大环境。美国总统这边呢也有了一些动向，拜登开始发钱了啊，拜登正式开搞他的那个降低通胀法案了，要给市场投入4300亿美元的支持成本啊，资金成本去支持本土的电动车的消费和购买。而且呢，
还会给相关的行业注入比较大力度的降税措施，这就相当于印钱了嘛。那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很多汽车销售和制造企业的压力，对冲掉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而且，拜登还趁着美国的那个飓风影响嘛，又拨款了6000万美元赈灾。可以说，美国总统为了选举啊，真的是卯足了劲儿，缓解民生压力，要讨民生欢心，要拉选票。我估计啊，在美国大选之前，拜登可能还会再搞一些利多举措的福利措施的。我们再回过头观察一下以太坊的走势，就不难看出来，以太坊这2天的上涨并没有出现之前的那种，刚涨了一点就立马杀个回马枪的那种走势了，没有像之前一样涨5跌10，只要一涨上来立刻就跌下去。这一次，以太坊突破了1300美金的大关了以后，已经坚持了2天的时间了，这在之前的半个多月是没有出现过的。如果说在1300美金多的这个点位支撑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会改变市场的情绪跟看法。目前从市场来看呢，我认为暴跌的可能性比较低。我们传统认知中出现暴跌的那种跌幅，一般都是在10%左右嘛。10%的跌幅就算大跌了，但是你们仔细想一下啊，目前能影响加密货币盘面、能影响大盘的大因素有什么？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其实面具人我也想不到太多啊。目前能看到的影响的最大的因素是13号的 CPI， 但那也是1周之后的事儿了。在这1周之内啊，庄家们有很多的时间进行操作，而且呢，就算13号公布了 CPI 了，你也不能确定那一天公布的数据是利好还是利空，对吧？那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还会说，13号之前还有非农数据的公布呢。但是面具人，我想说啊，以以往的经验来看，非农数据的公布往往对盘面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呢，我认为啊，到13号之前出现暴跌的诱因很少，再加上技术面也是支持上涨的。为啥呢？具体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昨天的节目啊。其实综合这么多的因素来看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只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操作思路，去进行操作买入，我们冒的风险是会很低的。现在想入场依然可以，但是你要做好会跳水5%、3%、4%的可能性啊！我个人认为，虽然不会出现10%左右的那种大暴跌，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你也要做好准备。具体怎么准备啊？你可以按照你入场的仓位来看，如果你入场的仓位太大，那你就要带止损做单，因为你仓位大了以后，你亏的太多了，你肯定扛不住嘛。如果说你入场仓位小的话，就无所谓了，平时盯紧点就好。OK， 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最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以及与我1对1的咨询交谈，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联系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